这里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山村，但是恰恰相反，这个地方非常与众不同。此处就是典型的天坑村。说到天坑村，一般四周都是悬崖绝壁，基本上是不通公路了。今天就来这里探索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贵州的大山当中。贵州的冬天还是挺冷的，大家看看，我现在穿的有点臃肿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贵州山多，所以造就了有很多悬崖村、天坑村，那大部分都是通公路的。不过呢，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天坑村呢，它就不通公路，进出的话就靠一条悬崖上陡峭的山路。那么村民如果运送东西靠什么呢？一个是人工背，还有一种靠马驮运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去这个天坑底部走一走，看看那些村民是怎么生活的，他们为何不搬出去。大家看看前面都是绝壁啊，这就是天坑村典型的样子。前面还有电线，就是说下面住了好多人。现在我们从这里走进去，大家看看这个道路是不是很狭窄？这一块呢就是悬崖呀，从那边下去。天坑村我走了比较有代表的就是云南的武德天坑，还有湖北的鹿苑坪，这两个都是不通公路的，经常有人去游玩。那这个天坑村可能知道的人比较少，因为确实非常偏僻啊。我也是网上无意中看到的，你看这明显就是悬崖绝壁。那这个道路呢，可能就是村民进出他们把它挖出来的，以前还没有这么大呢，很多石头都明显的看得出来是开凿的痕迹。哇，与众不同，看看这里，漂亮吧？估计这个天坑村要走到那边去好远呢。这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天坑村完全不一样的。一般我们一看这下面就是人家，但是这里没有，可能还在里面。非常冷啊，这手都感觉有点冻僵。这个天坑村不太好走，因为这个地方全是树叶，没有那种水泥路，等于是在这种石山上开凿的道路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任何车辆交通工具肯定是不行的。就我们一开始说的，你东西都是要靠人背出去。然后我上次看到其他的资料介绍，村里面还有人养了马，就是赶集或者一些就靠马驮运。这个相当于也是在悬崖上的挂壁公路一样的，就是一个是汽车走的，一个是人行的嘛。你看这里肯定就是当时村民进出自己开凿出来的，要不然不会是这个样子。哦，在这里走确实要小心再小心的，因为下面可能就有100-200米。慢慢走吧。贵州走到哪里都是大山，感觉像来到了原始森林一样，因为在这边还看不到一户人家，就是一条这样的羊肠小道，宽度的话最多可能1米。这个就跟我们小时候上山砍柴一样，有一条这样人走出来的道路，非常不好走，很滑。茂密的树林当中，一个人静悄悄的行走。看看这里，道路小不小？碰到下雨的话，下个雪，这样的路完全是没法走的。我们是从那里下来，它相当于是这样，慢慢的这样绕下来的，不是说这样一条路下来。它也是要根据崖壁上凸出来的一点修了一条道路。你像那种就没法走了，除非是从里面掏一条路出来。全是绝壁啊，我们还没到呢，走了半个小时。其实这边海拔不算太高，只不过呢全部是大山笼罩着。终于到下面了，这里看到一位叔在干活，去问一问了解一下。你现在还几户人家？现在还有6-7户人，6-7户人家，都是老人，都是老家伙，年轻人都出去了。我就是从那个上面下来，绕了多久啊？非常不好走啊，差不多走了1个小时。这里算是天坑的底部了，因为四周都是绝壁，
它这个天坑跟我们其他地方看的天坑不一样，它是转弯一样的，从这里下来，再又转过去，到最里面才有人居住。我们平时看的天坑就是一条直线，这个天坑的长度可能有2-3公里。给大家看一下天空的全貌。走到这边就豁然开朗，可以看到很多稻田，有些荒废了，有些今年还种植了。种植的可能就是没有迁走的，然后荒废的那些可能就是那个农田的主人他已经搬走了，那就荒废了。这里有个小屋，看看是干嘛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啊？我们说以前大家稻米要弄成米的话，是要把壳去掉，现在是有机器嘛，然后它这里呢就靠那个水流冲压带动这个旋转，这样转起来，那么稻谷的壳就会弄掉，包括稻米或者小麦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啊。这个可能很多人没见过。就是通过水呀、那个带动的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来到这个天坑，我们刚刚碰到一位在干活的大叔，他向我们介绍，他们大概是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搬到这个天坑村里面的，因为主要这个地方相对外面土地更多，大家知道贵州山多。那农田土地要开垦的话不容易，大部分都是喀斯特地貌，而在这个天坑里面呢，能开垦的地方很多，所以他们就搬进来了。到现在大概就剩下6户人家，年轻人都搬出去了，包括这6户人家，剩下的也都是老年人，因为年轻人要出去工作嘛，可能再过几十年，这个天坑村就慢慢的就会消失了。大家见过这种没有？这个就是稻谷的那个收割完之后吧，弄在这里，一般是给牛吃吧。它这个里面很多人养了一些牛，还有一些马等等。到了这边，就明显的能看得出来，农田比较多了。也算是梯田形式的。其实这个就跟在农村田地里面走是一样的。走了这么久，终于看到人家了，就在前方。看那个房屋都是比较古老的，我猜想可能也是木头啊。这个就有点像苗寨的感觉。在这种大山当中，有一点就是说空气比较好，另外一点呢，水资源比较多，这个水非常清澈，估计他们饮用水也是这个河流当中的，洗衣做饭都可以在这种河流当中。我是整整走了1个小时才到达这个地方，远不远？而且是属于下山的路，所以可能有2-3公里。回去的话，等一下就比较困难了。后面这里就是天坑村居住的地方，可以看得出来，房屋大概有10几栋吧，但是实际居住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。这些房屋都是木头的，都有一段历史了。现在我们过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村民，了解一下这个天坑村的历史。这种水渠大家见过没有？挺好玩的。从对面供应水来到这边稻田，这些可以称之为稻花鱼吗？就是在农田里面养的鱼，到了春天可以吃稻花鱼了。这些房屋还挺漂亮的，有一些是新建的，那边的就比较老的。那么这些房屋基本上是就地取材，因为用砖不太现实嘛，运不进来，只能靠附近的那个山上面采木头来建造。这些就是菜园子，一般冬瓜、南瓜就种在家门口。这些房屋基本上是榫卯结构，里面是没有钉子的。大家有没有住过这样木头的房子？来到贵州大山当中，这些木房子特别多，像苗寨
还有侗族很多木房子。这个天气比较寒冷，基本上大家大门都是紧闭，有一些可能是在房间里面休息，一些出去干活了。但像上面那些房屋，很多都是已经荒废的。啊，这一户是有人居住的。你看，他们也是根据山体形状而建的，因为这里属于一个坡嘛，那就把石头垫高，把房屋建在上面。这个房屋其实就是一层，它前面呢是涂的那个油啊，一般是桐油进行防腐的。看看他们窗户全靠薄膜把它封住，所以可能冬天还是挺冷的。你看那里有一个炉子，这是烤火，那可能那边也是厨房，中间是堂屋。那么这边呢应该是卧室，上面应该是有人居住的，下面应该是厨房或者放杂物的。前方那些很多房屋都可能有70、80年。上面那户有人居住，那边就没人居住了。住了几十年了。几十年，就嫁到这里了是吧？还是说你在外面嫁就搬到这里来了？在这个地方碰到一位年轻人，他向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，这个天坑村历史还挺长的。在几十年前，这个地方非常热闹，因为相当于是一个小城镇，周边的人来赶集都来这个地方。只不过后面由于时代的发展，周边道路都修起来了，而这个天坑没法修道路，慢慢的大部分人都搬走了。像他们小时候去读书的话，要走2个多小时，就每天来回的话要4个多小时。现在出去赶集的话，就必须走出天坑。有些人呢，可能把摩托车就放在天坑的外面，然后有些老年人就是牵着马或者背着篓出去买东西。如果走路的话，赶集往返的话，大概要6、7个小时。阿婆年纪多大了？有80了吧？全是属于木头房屋加上石头。刚才那位大哥向我们介绍，他这个村落其实已经存在了几百年，200、300年的时间，挺好玩的。这些地方你基本上完全是爬不出去的。这个应该已经没人居住了，上面那个房顶都烂掉了。因为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，当年这里很热闹的。你看，一条非常大的水渠从这里下来。这个如果说人口不多的村落，不会修建成这个样子的，因为整个村落这些房屋全部是坐落在石头上面。因为木房子一定要防腐嘛，所以它必须用石头垫起来，这样的话防腐防潮。去河流这边走一走，估计以前他们这个村落的小孩呀，经常会来这个河边玩水，捕捉小鱼小虾。这里又是一条道路，这个村落开垦了太多的石头，估计都是从那些绝壁上面开凿下来的。看，这里面也有人能够听他说话，像旁边这些都倒塌完了。这边房屋还挺多的，有一些已经倒塌没人建了。这里就是这些房屋都可能有50、60年，不知道有没有100、200年的。在农村就是房屋面积大，前方还有院子，那这些都是很古老的了。像这位大哥，他告诉我，他在这里养殖了12头牛，这个算是一个大的养殖户了。这天坑村底部感觉还挺冷的，从上面走下来比较舒服，因为人在走动嘛，稍微在这里面停一下就很凉快，很冷。我看看这个水冷不冷？哇，这个水冰凉刺骨啊！这就是马皮，他们村里人很多人赶集，就靠这个马皮运送物资。听说这里面有3匹马，这马挺瘦的，因为这个马作用很大呀，相当于是交通工具。你像这个村里面大部分是老年人，如果他们没有马匹的话，运送物资
是很难很难的。有了这个马，才稍微轻松一点。我也问了一下刚才那位年轻人，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搬出去，他们是靠怎么生活的？那年轻人都出去上班工作了，只剩一下中老年人，他们主要是在这里种植一些稻谷，那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，日用品就去外面买，不愿意搬走，主要就是他们在这里住习惯了。现在就剩下6户人家，估计再隔一段时间，这里基本就会成为无人居住的一个村落了。从现在的角度来讲，这个天坑村有点像世外桃源。假如是你，能够在这里住多久呢？